今天修一台什么机呢？最新上市的御视 Pro， 这个是一个抖音上的粉丝。这个机器本来不应该到我这里来的，正常来说它应该在保修期内。他跟我说他这个机器没有买保险啊，这个云台进水了。进水之后呢，现在的问题就是无法变焦。大疆那边给他报价6400多吧，好像是这样子，他觉得太贵了，于是呢想拿到我这边来试一试啊。说实话，这个御视 Pro 镜头芯的问题我还真是第一次修，本身这个机器上市都没多久啊，所以的话今天来挑战一下啊，希望没修好这位粉丝朋友不要怪我啊。先开机检查一下问题，看一下问题先。大家看一下啊，相机镜头故障啊，这个报错就出来了。粉丝朋友描述呢，就是云台进了一点水，然后就变成这样子。我对焦，好像也对不了。中长焦试一下啊，中长焦，对焦，好像对不了焦哎，变焦看看啊。长焦再试一下，长焦，你看见没有？我点这个长焦好像没啥反应，直接就卡死了，看到没有？反应很慢。我照远一点的地方，你看一下啊。对，确实是有问题的，画面全部都是虚的。话不多说吧，拆开来看一下，它是镜头芯问题，所以呢不需要拆机身，直接单拆镜头芯就可以了。这个相机外围这个螺丝是 T3 的螺丝，所以用 T3 螺丝刀直接拆。把这个镜头盖也取一下啊，直接揭开盖子。粉丝朋友啊，他特意跟我说叫我看一下里面的防水标变红没有，但是我拆开之后貌似没有看到有防水标，是不是在侧面还是在哪呢？但是可以看得到啊，看这个导热规则，这个地方有个指纹印，这个应该是已经给人拆过了啊，这里有个手指印在这里啊，这个我是第一次拆，我没动过的。虽然没有防水标，从局部的细节可以隐隐约约看得出，看这个保护垫上面都是白白的，你看像这种白白的，确实是有泡水的痕迹啊，只是防水标我目前还没找到。接下来我就把整个镜头芯全部拆掉，看一下究竟什么情况。先把看得到的打胶的地方全部把胶去掉，打开热风枪。把胶全部去掉啊！挑这个胶的时候呢，最好是用一把钝一点的镊子啊。如果是很尖的镊子，你一挑就可能会把电路板上面的小元器件给刮走，或者是划断线啊，都有可能。所以这种细节需要注意。这个侧面的排线这边也吹一下。把这个排线啊，相机排线先取下来，然后其他是连接相机之间的排线就不理它，外面的排线先拆出来，就这2条，整个镜头芯可以往外拔啊，但不是现在啊，这边还有螺丝，贴纸下面，把这个贴纸要给它揭开啊，拆下面的螺丝，整个镜头芯就下来了啊。整个镜头芯就完整的下来了，仔细观察一下它这个镜头芯啊，先不着急动手，先观察啊，确实没有看到那个防水标啊，不知道是上一个人拆的时候弄掉了，还是说怎么样啊？反正这里面没有。我们通过一些局部的细节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不是有泡水，从局部的细节可以看出一点点啊。仔细观察首先是这里，其实我感觉并不严重。这个座子引角有几处啊是发绿的，就是那种铜绿，就是铜生锈的铜绿。从这里来看呢，确实有进水啊，但是我感觉它并不严重。然后这个座子这里，再次就是这个座子这里也有点发绿，也是那种铜绿，这里也是发绿的地方，就这个引角进水的话呢，确实是有进水啊，这个可以确定，但是并不严重。先不管它是好是坏的，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镜头芯坏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导致它这个不能变焦的问题。我们拿出一个我们准备好的镜头芯替换一下，先装上去试一下，看到底什么情况。先把这个装上去，随便装一下，不用装得太好，就测一下机，看一下换上去之后能不能好。排线扣一下啊。
把这个相机后盖给它盖一下，装2个螺丝，让它不掉就行了。就这样子啊，先搭着先啊，测试一下电池装好。就有一个报错是什么呢？相机未标定，云台 IMU 数据不匹配，这是正常的。换过相机之后，几乎都会报这种错误。我们先把相机参数先重置一下，相机参数。重置完之后，再来看一下，现在你看这个对焦就是对的了啊，有这种对焦的动作在了啊。那看到没有？现在对焦是 OK 的。再看一下啊，2.5倍 ，OK， 有这个声音就对了啊。这个拍不清楚是因为距离太近了，要远一点的地方。对，你看这都很清晰了，对焦清晰，然后再看变5倍啊 ，OK 啊，这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然后再看一下长焦。它这个故障范围还确实是锁定在它这个镜头芯了，我换了我的镜头芯就没有问题了。现在就关机吧，关机，我们来研究一下它的镜头芯。先把这几个主要的排线接口先给它分离一下啊。这个侧面还有打胶的地方，所以我们也是要先把胶去掉，把胶一次性都去除干净。把这个排线先分离。好，这个排线接口里面还算挺干净的啊，这边都还算挺干净。修这种故障的原则就是啊，先找到问题的大方向。刚刚问题大方向已经找到了，是在这个镜头芯。我们锁定故障在镜头芯之后，我们进一步往下排查，先把所有的有泡水痕迹的地方先处理干净啊，再去测量有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如果没有的话，然后全部再装好，再上电测试。它这个底下好像还有点胶，你看啊，这个边上的胶先给它处理掉，要不然待会儿装的时候很难装啊。OK， 处理干净了。这些排线接口啊，能够拆开的全部要拆开，因为泡水的这种排线接口它很容易藏污纳垢。看一下啊，观察接口下面有没有腐蚀的痕迹啊。注意看这个排线底下，这个地方有个小黑点，这个地方很明显啊。继续拆，所有排线都拆下来之后再做决定。这个排线下面啊，干干净净，问题不大。这个地方还有一处胶被我漏掉了，继续拆吧。这里啊也还好，这个侧面还有一个啊没发现啊，这里还有一个，全部拆开，拆出来看一下啊。底下也是干干净净，这个排线拔下来啊，这是长焦的。这个应该是它的一个驱动板，这个驱动板上面呢，就明显看得到有一些进水的痕迹，并且这根排线这里明显是不正常的啊，感觉有点像腐蚀断掉了一样的，那肯定这个排线座子下面也不正常。先看一下它的结构啊，我看一下要不要把它们几个镜头先给它分离一下，然后把这个驱动板给拆下来，先把看得到的一些螺丝先给它拆掉。拆掉螺丝之后，好像还是纹丝不动啊。把驱动板这几个螺丝也拆掉啊。驱动板看一下能不能拿得出来，看一下。驱动板好像拿不出来，镜头先分离一下啊，先加热啊，直接分离。A few minutes later， 这也差不多，直接加热之后直接轻松拿下来了啊，这边已经松掉了啊，那轻松拿下来。这一个是长焦，接着把那个中长焦也拿下来吧，加热啊，分离啊，看到没有？轻松分离了。现在就被分为了3个模组啊，一个中长焦，一个长焦，一个主摄哈苏。接下来继续观察。
根玉3上面也有一个这样的这种驱动板啊，驱动板就是所有的对焦马达还有那个快门马达全部都是连接到板上面来。这台机器的变焦功能出问题，就很有可能跟这个驱动板有关系。驱动板上面刚刚我仔细观察过，它确实是除了驱动板上面有进水的痕迹之外啊，其他地方确实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进水痕迹。看一下能不能拿下来，它这个结构加热，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框给取下来。这个驱动板倒是先拿下来了啊，这个框没取下来啊，先不管它啊。我们重点先观察这个驱动板，反面是这个样子的。中心区域应该是一个控制芯片，控制芯片是 BGA 封装的，其他几个芯片变焦马达的驱动芯片，这个是它的主控芯片。主控芯片下面呢，说实话是有一点白白的，就这个区域有点白白的，类似于像发霉一样的啊。正面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特别明显发白的。也先把驱动板放一边，然后这个框，那这个地方像是被卡住了，被什么东西卡住了。这是一个主摄哈苏跟一个它的变焦马达在这里面。通过缝隙看的话，这个地方啊有点发绿，排线我抠下看一下也挺干净的，其他地方看着还干干净净啊，先不打算拆了，先这样子观察其他几个镜头，看一下什么情况啊。这里有个排线，可以看一下。这个排线直接连到的是这个镜框这里，猜它的作用就是和那个mini 3 Pro 然后那个镜头芯前面连的那个排线的作用一样，它是除雾的作用。挑开看，干干净净，排线这里对也是干干净净啊，放一边。这个排线底下啊，两个都是干干净净。所有的问题都是指向这个驱动板，先处理好这个驱动板上面的一个进水腐蚀的痕迹，先把它处理干净。拿出我们的洗板水，这种阴毛刷，千万注意啊，不能用金属刷去刷它啊，刷的话元件会掉一大片的，全部刷一遍，就是那个有痕迹的地方，全部都刷一遍。仔细观察啊，不要放过每一个细节。看着下面有点发黑，刷一下。拿出我们的万用表，量一下，看有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量短路怎么量？量它的对地阻值。把万用表打到2极管档，红表笔接地。哪些地方是地呢？像这个有这个上螺丝的这个区域啊，金属圈的区域，它就是地。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去量这些大电容啊，还有电感，看有没有短路。这个啊，电容的话，一端是接地，另外一端是没有接地的，啊，这边是接地的，这边接地，啊，这边534正常啊，正常，这里也正常，这边400多正常啊，这边接地啊，正常的，啊，再量一下这个电感，这里有个电感也是400多，也 OK 啊，没有任何问题。反面也看一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啊，找到大电容400多啊，这边接地，一边400多正常啊，都没有说短路的地方啊，这些电容都量一下，没有短路的地方，先放一边。刚刚看到有一个地方就是哈苏这边这个线这里有2个发黑的地方，我们先要给它用刀片刮出来啊，看一下它是不是已经断连了。如果说已经断连的话，我们就要飞线把这个线给补好啊。刮完之后，我们用清洁棉对它进行清洗。清洗完之后再观察啊，它有没有断开？怎么判断它有没有断开啊？你看一下这根线的走向，这根线的走向，最边上这根线是跟这里面这一根线是相连的。我们把最里面这根线也给它刮开，然后用万用表去量啊，看它是不是通。通的话就没断，没通的话就断了，断的话就需要飞线。拿出万用表去量它的通断，将万用表打到风鸣档，这个就是风鸣档测通断。一端压住这边，一端压住我刮开的地方，看一下能不能通。很明显是不通了，这个地方已经断线了。那断线的话怎么办？像这种情况，你把它全部一整个换掉，肯定是不现实的啊。我们就把它修好，断线的地方修好，打点滤油把它固定一下。固定好之后呢，待会儿把那个线飞好之后，把那个滤油刮掉就可以了。开 UV 灯固化，
不动的话，我就来飞线，焊油被弄掉了，重新上一点焊油，然后上点锡，就上了一点漆上去了。没有飞线丝啊，但是可以拿这个导线来代替啊，一样的。上点焊油，给这个导线呢，先提前也加点焊啊。这个地方需要打点滤油啊，薄薄的一层就好了，不要太厚。把这个滤油啊弄掉，刚刚打的 UV 胶啊，给它刮干净啊，刮一下，刮干净。主摄哈苏这边啊，这个电路部分需要清洗一下啊，现在也对它进行清洗。这里有点发绿的痕迹，排线给它接回去。其实修这种泡水的问题，就是细节啊，一切以细节为重。你的细节把控到位了，你就能够修复这个问题。先把驱动板装回去。我刚刚看到这个封装芯片底下也有点那个白白的痕迹，决定把它重新加点焊油，重新吹一下。从这个小芯片开始加点焊油。这种小板开个300度左右，风速50多。已经动了啊，可以了。反面啊，还有一个 BGA 封装芯片，一样的啊，要吹一下，上点焊油。可以了啊，有复位动作，拿这个直接吹，降热、散热。帮我紧一下。排线扣好。刚刚拆了这边的3个螺丝，把螺丝也装好。简单的把3个镜头给它拼到一起，先这边有一条排线啊，等一下先把镜头装好。看一下啊，还有哪里没装的没有？基本上都装好了。最后一根排线装上去，装完了啊，就这样子。给大家看一下，我还没打胶啊，等测试好确定没问题了，我再打胶啊。现在我把这个我原先的这个侧击的这个镜头芯给拆下来。A few minutes later， 拿下来之后呢，就把这个粉丝朋友原本的这个镜头芯给安回去试一下。排线给它扣好，盖上盖子啊，准备试机。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啊。先把这个相机位置先摆正，位置没摆正，装2颗螺丝，直接开机。先打开遥控，然后再打开飞机。大家看遥控就行了啊，看一下能不能变焦了。还是报相机镜头故障，有没有变焦的一个过程。2.5倍。恢复一下看看，重置相机参数，还是一样的问题，只能再拆出来啊，再拆出来。我怀疑还是跟这个驱动板啊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整个镜头芯进水啊，说实话并不严重。就是唯一看的明显一点的地方，也就是这个驱动板的位置。驱动板的位置能够看出有一些明显进水的痕迹，其他地方啊并不明显。这个讲真的，单独换一个驱动板试一下。拆我这个驱动板吧。假如说换完驱动板也不行的话，我就打算放弃了啊，就先不弄了。好，可以了。刚刚是有胶，我是说嘛。
装上去啊，直接装上去看一下啊，看是不是这块驱动板有问题。A few minutes later. 开机，再看一次啊，这回成就成，不成的话就只能翻车了，宣布翻车。对，报错依旧啊，对焦好像，看一下，哎，这什么情况？花屏了，长焦一样的卡死啊，哈苏能对焦，哎，这么奇怪的，卡死了，看到没有？卡死在这里，还有一个长焦的排线。连接到哈苏上面的啊，把这根排线换一下就可以了。希望渺茫啊，但是依然要试一下。A few minutes later. 报错还在啊，相机镜头故障，但是好像哈苏的对焦是没问题的，中长焦的对焦呢？中长焦的对焦好像也没问题。看一下长焦，啊，长焦还是不行啊，长焦依旧卡死啊，说明它的镜头芯本身有问题了。这个长焦你看，点都没反应。刚刚这个驱动板换了，跟长焦有关的这个排线也换了，那只剩下这个长焦镜头本身了。那如果的话，就是这个镜头本身出了问题。我并不是说每一次修机都能修得好啊，像这种翻车的也是有很多的，只是很多我没拍进来啊，这是很正常的。修机的话，肯定是有修得好的，也有修不好的。最终故障范围锁定在这个驱动板是100%有问题啊，因为我换上我的好驱动板之后，哈苏跟中长焦可以变焦了。但是长焦依旧没有反应，然后呢，用回它的这个驱动板呢，所有镜头都变不了焦，这是一个问题。再就是它的长焦镜头确定是坏的，这个跟它有关的排线以及这个驱动板全部换掉了，点进去长焦还是会卡死啊，而且是无法变焦的。这个情况看它是想全部都换掉呢，还是说想要怎么处理？因为的话，目前这个玉石 Pro 的这个镜头芯呢，肯定是没有谁啊愿意去把它拆分去卖的，肯定是一卖就是一整个。所以的话，接下来我还会跟这个粉丝朋友进一步沟通，看一下他想要怎么处理。只能算是翻车了啊，兄弟们，这是很常见的，这个也算是全网吧第一个帮大家把这个玉石 Pro 的镜头芯给分离了啊，大家看一下拆分也可以的啊。视频制作不易啊，希望大家一键3连，感谢。